全球末世，鬼兽降临，一位青年生活在被鬼兽阴影笼罩的时代。然而，命运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，一次寻常的晨跑，却让我因一场离奇的爆炸事件踏入了局子的大门。面对警察的审问，我心中五味杂陈，却只能无奈承认那不可思议的一切。你看看这个，是你吗？一个年轻人正对着一只可爱的小狗招手，小狗也蹦蹦跳跳地跑了过去。下一秒，只见年轻人面色一变，突然将小狗扔了出去。小狗落地打了个滚儿，然后冲着年轻人狂吠，而年轻人转身做出一副要逃离的姿态。紧接着，小狗，这不是我。很好，你对那只狗都说了什么？快说。我就是说，狗狗你怎么在这儿？要不要跟哥哥回家之类的？你没有说什么类似于炸开之类的字眼吧？没有。那叔叔，就算你们怀疑是我把狗弄炸，我也得是个异人，有类似咒言、言灵之类的异能吧？可是我的潜能等级是0，怎么可能是异人呢？你为什么要把小狗丢出去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毕竟视频里看不出来。我是看到那只小狗突然变得面目狰狞，异常恐怖，跟教科书上说的怪兽很像，我才下意识地把它扔去的。今天这运气有够糟的。伤口处有秘籍，是鬼兽的特征没错。可是这些都是死的，没有炸裂的迹象。炸开的话，应该就是血肉花朵了吧？另外，这只狗居然没有鬼兽才有的核心，但确实很奇怪。两人正说着，审讯消息进了房间。张哥、王哥，那小子审完了，没发现异常。那小子的潜能等级确实是0，只是个普通人。他家里有什么问题吗？明面上看没啥问题，他父亲是艺人中心的后勤部负责人，算是自己人；母亲是艺人中心下属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，他头上还有个姐姐，是实验室的研究员。哟呵，一家4口，3个自己人。这么看来，这小子应该是意外卷进来的。怎么样，要放了吗？这小子平常应该都是自己在家吧？是的，他的家人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回家。这样，小李、小毛，你俩去给这小子做些常规教育，然后就放他走。老王，你带队，再拉2个身手好的去那小子住的小区，给我盯着他。你是怀疑这小子有问题？就算没问题，也得盯着。这小子可能被盯上了啊！啥意思？血花案把这狗算进去，已经是这个月的第3起了，但这狗却没有和之前的受害者一样开出完整的血花。你想守株待兔？没错，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。礼貌的和2位不道别，潇潇走在街边，一边外甥了个老，心中大发感慨。这一天也算是见过世面了。罢了，当不了艺人，当个研究员也行。不好意思。你傻站着干嘛？不是让你碰瓷吗？我想碰来着，可是那小子眼神不对劲啊。有啥不对劲的？全是黑色，没一点白的。没听过美瞳吗？确实可能是美瞳哦。不对，那不是美瞳。他的眼睛本来是正常的，但在看向我的一瞬间，全都变黑了。回到家后，看着没有一点人气的家，潇潇叹了口气。老爸、老妈和老姐都有多久没回国了？都忙得好啊。艺人中心的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潜能等级0，成不了艺人。真的假的？恭喜老弟不用下海。你们是什么检索关键字的机器人吗？就带着关键字回复是吧？你们是有多不想我成为艺人啊？一点都不想，半点都不想。哎，老弟，咱们知道你想成为艺人，纵横战场，但你这不是没潜力吗？爸妈这是喜不自胜啊，毕竟艺人太危险了。对的。累了，睡了。随后潇潇倒在床上睡了过去。这梦我都做了10多年了，现在看来还是很瘆人。今天应该没问题吧？潇潇的目的是前面那座山，山的顶端上绑着一名少年。以前部队会顺着山路登顶，到达那少年面前，然后将腰间的人的身体，再然后士兵都会化为灰，只留下那个少年在山顶上无声哀嚎。山顶这小子都不知道被我打多少次了，想想都凄惨。马上让你解脱，等着。下一刻，小小顺着山路晃晃悠悠地往山顶走去。走在这样的山上是极其枯燥的，且加之山上还有特殊的力量压制，登山的进度格外缓慢，人也很容易产生烦躁情绪，甚至可能会做出冲动行为。就快到了，最后一步，终于上来了。过去被梦操控，都没见过这小子，现在总算有机会。这哥们儿要是奉小叔了，他不是什么惊世大妖，又或者是犯下滔天罪孽的绝顶天骄之类的设定，不然对不起这折磨。不过这只是个梦，
尽管这个梦很诡异。等着，马上让你解脱。这回你自由了，虽然可能说的有点套，没事儿，一会儿就不能忘。每天被真是可怜，再无刀剑加身，可惜只是个梦。你完你又得挨刀了，估计再有半个多小时，这群士兵就到山脚了。如果他们看到这个少年，会怎么样？难道没人要把自己保护架上？不行不行，我得先溜了，得赶紧。只要梦就行了，要不决定我来帮你。我明明只是一个潜能等级为0的废人，却只因一场多年以来的梦境，让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却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异变。骚软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下口也太狠了吧！那堆直接被灵魂软掉了。头好疼，我都做10多年这梦了，怎么会还有后续呢？那句你终于死了。这个声音很陌生，也很冷漠，冷得仿佛高高在上的神奇在九天上俯视的。这梦，莫非是哪个不着调的神仙在折磨我？要真有这种神仙，那也太恶毒了吧！我记得水杯只放在书桌上了，怎么突然到我手上了？我要拿手机。我操！这点黑色的液体，有种冰凉粘稠的感觉。手。下一刻，散作一滩的黑色以萧小为中心，向他迅速靠拢，最终变成了影子。这是艺人的能力。我成为艺人了，10多年的愿望，这就实现了。咋这么不真实呢？此时应有掌声。变刀，变剑，变核弹。小小的心思转动，只见地上的影子扣成了一寸，然后猛地向四周扩散，迅速铺满了客厅地面。感觉还行。目前摊开这么大，应该是极限了。再往外伸展，感觉要出问题。满意的点点头，小小将影子恢复成正常。测试完一切，小小挠挠头，下楼直奔小区面馆去了。近日，我市接连发生血腥案件，死者身上均出现统一标志，不排除人为作案的可能。本台记者提醒，我市群众出行注意安全，切莫与陌生人单独相处或走进狭窄逼仄的地方。虽然主持人有说存在人为作案的可能，但以前有案子人也这么说，结果凶手都是一些溜进城区的鬼兽。这次的案件大概都是一些凶残的鬼兽干的。那个血红色的花。萧小家对面，一户人家紧紧地拉着窗帘。昨晚没异常吧？没有，目标人物没有和其他人接触，附近也没有出现可疑人员活动。继续盯着。怎么了？有情况？没有，就是看这小子吃面吃的这么香，给我都看饿了。你他妈盯人呢，能不能认真点？等着，我去给你们买点吃的回来。谢谢王哥，王哥霸气，王哥一定要幸福哟。有病吧？喂，老张，咋？西郊盘龙山发现新死者，嫌疑人露面了，赶紧带人过来。条理留下，其他人跟我去西郊。几名监视员听令，两人跟着王茂才离开小区，往西郊赶。房间里只留下小李一人看着监控。可是就在萧小吃完面离开面馆时，一道人影向着他撞了过去。这妹子是喝了多少酒，走路能晃悠成这样？该不会是夜店的辣妹吧？站住！我让你站住，你没听见啊？大姐，有话好好说哦，别动手动脚的。我先跟你讲，这有监控。你要是闹事，可就有证据了。给我过来！你说过来就过来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萧小挑了挑眉，瞅了瞅这个辣妹，长得还挺漂亮，身材……行，你轻点，我跟你走。哪来的傻子，这么容易就被勾走了？住他身上还能剩下1毛钱吧？小子，你害得老娘摔破相了，这笔账咋算？你自己摔的，还想找我算账？我不管，你得负责。创可贴5块，给钱。就这5块钱，这娘们是被重伤了吧？还有，你得帮我个忙。切，老子可没时间跟你玩。喂，成群队吗？这里有人撒酒疯，场面快失控啊！你们快来啊！5分钟后，成群队的车到现场。等成群队的人离开后，巷子里恢复了安静，只剩地上一滩水迹，格外显眼。居然是同类，不知道味道如何？一会儿还得去艺人中心走一趟，把证明文书搞一下，真是麻烦。
我还以为你们这些人有多了不起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，都是废物。李文忠，本来你杀人、非法吃药就够你受的，现在还得加上侮辱公职人员。我劝你老实投降，跟警方交代药是从哪来的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宽大处理，死的好看一点。再说了，我又没侮辱你们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他刚刚说的几个音节是自由联盟，没想到啊，血花案居然还扯上了境外反人类势力。听到自由联盟4个字，王茂才和周围的阿瑟顿时脸色难看起来，眼中有忌惮，但更多的是愤恨之色。这群疯子怎么还没死绝？张哥，现在咋整？凶手死了，还和自由联盟有关，这有点超出咱们的权力范围了。自由联盟的事如实上报。另外，谁说这人就是凶手了？所有人都一愣，没明白张维之啥意思。李文忠最后的手势和吐字音节，在自由联盟里被称为最后的落幕，那是利用某种特殊力量进行的自爆仪式，那种仪式里可用不上火药。还真是，可这人身上有血花。等等，他身上有血花还有火药，又正好被咱们发现，然后咱们就来追他了。这么顺，转移注意，或者说调虎离山。没人接，这是个啥玩意？圆球中几朵拇指大的红花慢慢转着。小影啊，这画不会是你幻画出来的吧？难道是从那个夜店辣妹身上挑过来的？就在夜店辣妹抓住萧小时，一朵红花顺着辣妹的手流过来，影子悄无声息地将红花拦了下来。我可是正人君子，怎么可能被勾引走？就是单纯只是好奇对方想要干些什么。这花应该是某种能力吧，也不知道有什么用。我是不是在哪见过这花？小影啊，你说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朵花啊？去吃的，你个吃货，成天就想着吃。对了，那个新闻，雪花。拿出手机一看，很快萧小就看到了网上的相关新闻，也看到了血花案的标志，盛开的血红色的花朵。那女救鬼难道是血花案的凶手？我是不是把一个杀人凶手放跑了？不，应该不是。要真是凶手，那影子能搜出来的花应该不止这一个，而且按照影子的说法，这几朵花是冲着我来的。难道他们的目标是我？可我就是一个普通学生了，昨天都还不是艺人呢，上哪儿去招惹这种凶残的家伙啊？难道是那只狗？也不对啊，新闻上说死者尸体上都会开出血红色的肉花，那只小狗虽然炸开半截，但上面也没开花啊。吃花花吃掉。你要吃掉这几朵花，那你吃吧。随后圆球中的花突然长出好几片刀刃，然后沉入了影子里。还是先去把证明文书搞定吧，不然这成了艺人，想报考与艺人相关的大学都报不了。另一边，王茂才带人赶到监视地点。小李遇害了。咦，王哥、张哥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嫌疑人抓住了吗？哦，小李，你咋不接电话？我在厕所呢，没接到啊。我之后给王哥你打了好几个电话的，可你都没接。你这吃啥呢？螺蛳粉加臭豆腐，你们吃吗？不，你自己吃就行了。小李啊，监控有什么异常吗？有没有什么可疑人士和萧小接触过？倒是有人和他接触过，但可疑应该算不上。这小子从面馆出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辣妹，还被辣妹带到小巷子里去了。没过多久，成巡队的就来了，把那个辣妹扛走了。哦，现在他又出门了。很好，小李啊，这儿我们来守着，你先吃去吧。哦，好嘞。边扎马步边吃啊！你好，我想办个艺人证明文书。艺人证明文书？哎，年纪轻轻的真可怜，麻烦登记一下。萧小虽然觉得对方有些奇怪，但也没多问，老老实实的登记，然后从小姐姐手上接过一张单子。2楼左转，第1间办公室。来到2楼检测处后，萧小说明了自己的来意，然后就看到办公桌后的中年男人猛地抬头，一脸惊异地看着他。你这年纪轻轻的，家里谁死了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表述有问题，您家里谁去世了？这有区别吗？大哥，您会聊天吗？你为啥会觉得我家里肯定有人死了？是这样的，一般来中心办理艺人证明的，都是早年经过检测无法成为艺人的人。他们大多人到中年，家里遭逢巨变，不是父母突然暴毙，就是妻儿惨遭杀害，又或者是自己遭受了各种严重的创伤，总之就是非常惨。来吧，我带你去做检查。小伙子，你也别觉得我说那话是冒犯你，按照中心的规定，这是必须问的，因为中心要做相关的研究，这些信息都是极其重要的参考。所以，你家谁死了？我家里谁都没死，我就是做了个噩梦，然后就成艺人了。你说啥？你确定是做了个梦之后就有了异能？是噩梦还是美梦还是春梦？你还记得梦的内容是什么吗？说出来会死吗？你在梦里有没有父母双亡？有没有妻离子散？这群人有病吧？
你们就不能盼着我有点好吗？小小勉强应付着这群研究员。来到检测室后，陆国来一边调试设备，一边说道：“本来这种测试让几个研究员、实习生来测试就行了，但是你比较特殊，还是我亲自来比较好。对了，因为你的情况特殊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对你进行一些相关访问和咨询，到时候还要麻烦你配合一下。”小小点了点头，紧接着检测就开始了。正常人的精神值是100点，超过这个值的，要么成为疯子，要么成为艺人。你刚成为艺人，普遍应该在120左右，优秀点的能到达2级，201到250点，极少数天赋异禀的能突破3级，精神值超过300。好的。检测室内陷入了沉默，半晌后，仪器发出滴滴的声音。207还算不错，走吧，带你测试一下你的能力。对了，你的能力是啥？控制影子。影系的能力还算不错。一会等检测结束，我给你拿一本影系能力的书，你私下学习研究一下吧。好的，谢谢。等到了指定场地，手臂从他的影子中伸出，在陆国来的指挥下，开始一系列的测试。最终，小小得到了一张中等的评价单。还是不要暴露太多能力了，要是被那群研究员看到，那不得拿我去做实验呢？你的能力在影系中被分在触手系，这个系不差，但有个地方得注意，不要用能力去做一些不好的事，哪怕是夫妻之间也不要做。我操！还有人干过这事啊？只是被废掉了而已，灰都不剩的那种。只是被废掉。对了，你记得带着身份证的去公安局做一下信息录入，不然以后出门很不方便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离开检测室，小小看着手中的单子，一边在内心告诫自己，绝对不能让影子去干那种事情。谁叫我？我操！忘了，这小子能和我一时糊涂了。你会干那啥吗？好吃吗？那个没法吃，不能吃，不好玩。还好，这家伙就是个吃货，真是个纯真的大男孩。在哪？在哪儿？那个做了场梦就成为艺人的仔重在哪儿？主任，冷静啊，那是个活人，不是尸体。是啊，主任，你先把刀放下，把刀放下。就在小小即将到达大门位置的时候，他往后看了一眼。你来这干嘛？你就是那个莫名其妙成为艺人的仔重。老妈，有你这么说自己儿子的吗？喂，老肖，忙吗？还行，咋了？第2个号也废了，咱们再开个小号吧。出了艺人中心后，小小来到公安局，把自己成为艺人的相关信息报了上去。等警员将这些信息录入身份档案后，小小才松了口气，心情愉悦地往家走去。这一番折腾的，可算完事了。可惜老妈他们还是忙，没法回家，只能吃食堂或者外卖了。就在这时，小小突然想起了什么。刚才影子说的话，雪坏，我真搞不懂了，幕后凶手到底是随机杀人，还是冲着我来的？如果是随机杀人也就罢了，算我倒霉；如果是冲着我来的，也没理由啊，难不成是因为我这盛世美颜？怎么，你有意见？画画有画画，什么情况？画画呢？所以你是想吃花花了，而不是附近有花花出现。我操！就在这时，一道鸣笛声吸引了小小的注意。好烧爆啊！小小，等等，有大花花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根据艺人中心的消息，肖小去那是办理艺人证明，没有和其他可疑人员接触过。艺人证明？他昨天才测出成不了艺人，今天咋就办艺人证明了？这没什么吧？艺人中心的检测准确率只有 89.7%， 又不是100%。王哥，你看他不是拿到艺人证明了吗？这不就说明他是通过艺人中心的检测了吗？要是他是通过非法药物获取的能力，那艺人中心早就把他拿下了，怎么可能放他走呢？有问到他是怎么获得能力的吗？说是做了一个噩梦，醒来后就成了艺人了。确实，只见电脑投影出来2张照片，何淼淼18岁，小小的高中同学，非艺人；何云40岁，何淼淼的父亲，非艺人。看起来没有异常，图像能不能放大点？好的。老张，你发现什么了？你看这女的，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吗？啥不对劲啊？她好骚啊！卧槽，老张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玩烂梗？老子没玩梗，我总觉得她的姿态有些不对劲。而且你看，这车最低都得400万，你觉得这车和她的气质搭吗？老张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世界这么大，你得允许有娘娘腔的存在。另外，一辆车而已，说明不了什么。这世上是有暴发户的。再说了，万一人撞大运中彩票了呢？有情况，又发现一例血花案受害人，地点是康山一品别墅区。老王，我过去看看，你在这边守着。行，你去吧。之前几例案子也是这样，突然发现受害人，然后我们赶到现场，然后一无所获，接着开始散人手、扒关系、抓瞎。这一次估计也是这个流程。影子画出了一丝薄膜附在小小的瞳孔上，受影子的影响，
萧晓眼里原本正常的景色顿时有了一丝灰暗，但某些东西却在这灰暗中格外刺眼起来。真的好刺眼了！苗苗同学，何叔叔，好久不见。萧哥哥，好久没见了，有没有想我呀？我操！你的高冷人设呢？我说这超跑咋往我这儿来了？原来是何云叔你啊！话说，何云叔你这是发大财了呀，都开得起这种超跑了。就在这时，影子却分出一缕，借着身体和超跑的遮挡，迅速将那几朵血花包裹起来。运气好罢了，若是你想，叔叔也能带你挣大钱。还是算了，我现在还是个学生，暂时不考虑挣钱这事。是啊，你家条件一直不差的。小笑，叔和淼淼还有点事，等办完事，我们再去你家坐坐，叙叙旧哈。爸，你先去停车吧，我跟萧哥哥走路上去。何云只是瞪了一眼何淼淼，就和何淼淼和萧晓告别，只说过一会儿再上门拜访。这丫的无非差我身子。目送他俩离开后，萧晓心里松了口气，然后快步往家里走。手机被监听了，不是吧？这花还能当监听器用？也算了。小影了，你把这朵花包裹住吧。哦，对了，家里还有个备用的手机，就拿那个手机报警吧。这么一想，萧晓很快找到了家。找到了。萧哥哥，我来了，你开下门呀。我操！等会儿啊，我在上厕所呢。请进。死者名为梁红梅，红天集团的董事长，离过婚，5年前老公去世，身边只有一个女儿。前几例的死者很凄惨，身上有血花先不说，部分关节还被炸开。眼前这名死者却不同，他身上除了有血花，居然没有炸开的伤口，但皮肤都被剥了下来。凶手剥走了他的皮，这要干嘛？难道是凶手随机杀人，又或者说早有预谋？确定死者是梁红梅吗？应该是的。应该是这样的，早上7点左右，门卫有见过死者开车出门。大概10点左右，门卫又看到他打车回来，之后就没离开过了。这栋别墅离保安亭很近，有什么人进出保安都能看得很清楚。加上别墅区很少有外人陌生人进来，所以基本能确定这栋别墅只有梁红梅一人。所以死者能确定是梁红梅。更准确的 DNA 检测已经送去鉴定了，一会儿就会有消息了。DNA 确定死者就是梁红梅。确认了就行，先通知一下死者家属吧。可能有点困难。死者现在仅有的亲属就只有一个女儿，还有一个前夫，但是他的女儿1个多月前失踪了，前夫也在好几年前去了国外，没再出现过。女儿失踪，死者没报警吗？报过，后来又说女儿找到了，不用麻烦警方了。但是刚才我们有联系过死者的女儿，一直联系不上。何云、何淼淼、梁红梅的车是不是一辆水蓝色的超跑？从车管处的登记来看，确实有一辆水蓝色超跑。何云开着前妻的车出来溜达，所以是旧情复燃。只是这和淼淼为啥不接电话？难道是何云杀死的梁红梅？可能性不大，毕竟门卫是看见梁红梅打车回来的，除非门卫见到的不是真的梁红梅。想到这儿，张维之打了个电话。喂，老王，盯着点何云父女，这可能是条线索。好嘞。需要换鞋吗？没事的，直接进来吧。何淼淼闻言，笑盈盈的点头，迈步走进玄关，踩在了客厅的黑色地板上。